或许你经常经过沙登，但是没有发现到这里竟然藏着一个这么用心的博物馆，那就是华总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听说这里就像一本会说话的历史故事书，会带你慢慢了解马来西亚华人的点点滴滴。走，看故事去吧。欢迎来到我们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哈，这边你可以看到的这个就是郑和的铜像，外面看起来像木雕，但实际上是个铜雕。然后呢，你身后的这个就是郑和下西洋相关的这一个展区了。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的这个就是郑和航海图郑和到底是从哪里出发呢？我们可以看到最右手边，他是在当时的这个皇城南京那边领了皇命以后呢，就从南京那边出发还有这个经过了这个太仓江苏太仓，然后一直沿岸走，一直往南边走。然后这地图呢，第一个出现呢，我们马来西亚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格兰丹那边呢直接就叫吉兰丹港所以郑和船队当时到过吉兰丹。然后呢，还有这个丁加下路，就是我们的特伦加努特伦加努你可以再看到巴夯，然后经过了就绕到南边的，对不对？就到新加坡。然后再往北上回去马六甲。郑和7次下西洋至少目前肯定的，至少有5次以上呢都到过马六甲的。但是有趣的是呢，整张海图里面它只有2个地方标明官场的所在位置。官场，什么是官场呢？就是明朝的，就郑和的这个水军他来到这边以后呢，他可以暂时停在那边驻扎。为什么要驻扎呢？因为他船队要换这个淡水资源跟食物资源然后整个海图只有2个地方，一个是苏门答腊的北部，一个就是在我们的马六甲。所以从这边你可以看到，马六甲跟明朝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这个呢就是郑和的船队郑和7次下西洋被誉为伟大的航行。为什么伟大呢？因为按照文献上记载他每一次出来最少200艘船以上总兵力超过2万人。但有趣的是呢，他来到这边主要是宣扬国威，所以呢，他没有用武力去侵占任何一个沿途的国家，所以他是一个和平使者。而且他来到这边呢，也进行了很多的文化交流也带来很多的这个技术等等的就跟这个沿线的这种国家呢，就做过了很多的这个交流。好，接下来这个展区呢，你可以看到很多飞弹、飞机飞过，对不对？这边呢，就是我们马来亚华人受尽苦难的日本殖民时期了。日本总共殖民统治我们多长的时间呢？可以看得到是3年零8个月。当时不是说这里已经是英国殖民地吗？那为什么日本人轻易的就可以打进来呢？其实日本人完全就是攻进来入侵我们国家，然后我们整个国家沦陷呢，只是不到短短的2个月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英国人的作战策略完全失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图，你看我们的马来半岛西马是不是很像一块番薯，对不对？当时呢，英国人以为日本军呢会从南边登陆，于是呢，他就在南边新加坡设防有很多海军都集中在那边。但万万没想到呢，日本最后是取到泰国，从北边进来，在哥打巴路登陆了以后呢，一直从北边往下打然后一下子呢2个月时间，英国人就被打败了。然后过后呢，就开启了我们华人受尽苦难的3年零8个月。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其实在2战爆发之前呢，中国已经日本人入侵了，对不对？当时南洋华人呢筹钱筹物资支援中国抗日所以日本人来到这边的时候就很仇恨他们。于是呢，我们这边发生过比如大检举大肃清慰安妇你看，把人头砍了，直接放在十字路口，要震慑这些华人呢，这些都发生过。当时我们这边牺牲了不少的华人。这边你可以看得到，就当时主要的抗日队伍因为英国人2个月就投降了，所以在那3年零8个月里面，在前线抗日的呢，最主要就是以马来亚共产党为主的他们在前线抗日。然后呢，这个136部队呢，主要就负责提供这个情报，他们是7个情报部队跟英国人合作的。这个就是当时牺牲的那个136部队的队长。所以接下来你可以看得到呢，这个就是新村。现在马来西亚不是很多人还住在新村里面嘛？其实呢，全国有多少条新村呢？我们可以看数据上来说最早新村一开始传统新村有480条。为什么这种新村会存在呢？是因为我国就是在2战一结束以后，
在1948年开始就进入紧急状态。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马共跟英国殖民政府呢就开始对抗了啊。然后英国因为原本呢这一个马共呢当时在抗日的时候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原本是抗日英雄，但二战结束过后呢，他们变成了要反抗殖民者嘛，所以就跟英国人开始产生摩擦。但是英国人呢就要对付他们，所以马共呢就躲到森林，拿起武器跟他们进行对抗。那因为马共就是擅长打游击战嘛，躲在森林里面，所以英国人呢就是要想尽各种办法对付他们，但是呢一直没有办法把他们打败。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英国人认为当时那些住在森林边缘的华人会救济马共，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独立前，华人的总人口呢有200多万，其中有接近50万呢是住在森林边缘的。为什么呢？因为比如我割胶啊，我去挖矿啊，因为我住在森林旁边是比较方便的嘛，所以呢，这有大概50万人呢是住在这些地方。但是英国殖民者就认为呢，就是这些人会同情马共，救济马共。于是呢，当时他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本来是要把这些人全部驱逐出境的，但是后来那些华人讨街们、那种老板们都觉得，你把我的劳工全部赶走，然后没有工人做工怎么办呢？然后再加上这些人已经在这边第2、第3代了，你把他们赶走也不现实，所以最终呢，经过谈判以后，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的新村不像现在现在的新村是一个正常的社区，对不对？而且华人很多，但是当年的新村呢，全部是用铁丝网包围起来的，然后会有这一个 checkpoint。为什么呢？因为呢，它会实行宵禁，晚上你是不可以离开自己家门的，而且呢，还会在规定的时间打开，你才可以出去工作。规定的时间你必须回来，然后它就会锁上。所以在新村里面呢，当时只有一些简单的一些设施主要是给那些搬迁进去的那些华人使用的然后甚至里面呢还有一些新村里面，当时还有这个扣留所。就是怀疑你跟马共有关，就直接把你 lock up 在里面。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些历史照片，当时这种英国军官可能大半夜就随时闯到你家里面去搜查然后去审问，然后去包括随时你身上要带着我们的这个 IC， 因为那时候叫登记嘛。这个登记呢，最主要就是要辨别你是不是你是马共还是不是马共，所以当时就有一系列的这样的这种行为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当时我们华人生活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但是因为后来我们独立建国以后呢，慢慢的到1961年以后呢，这个马共呢已经退到马泰边境去了，所以呢，慢慢的这个新村呢，也就是变成正常的社区了。然后后来呢，已经没有马共势力渗透以后呢，这个铁丝网慢慢都拆掉，所以现在呢，全国传统新村当中当年480条里面呢，至少还有463条是保留了下来。华总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设有16个常设展区，展品超过1000件，全面展示了马来西亚华人从早期南迁、落地生根到参与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展览内容涵盖了郑和下西洋、苦力南下、传统行业、华人新村、文化习俗等多个方面，通过图文结合、场景复原、微雕艺术、多媒体展示等多种手法，生动呈现了华人先辈的奋斗努力过程和文化的传承。博物馆还提供3语文字和 QR 语音导览，方便不同背景的游客深入了解导览内容。无论你是本地居民还是来自海外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身为华人的我们，一生人一定要来一次。在华总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你可以感受到华人先辈的努力奋斗，也可以感受到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谊。你也想了解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故事吗？可以提前和他们预定导览员，导览员会更仔细、更深入的讲解给你们听。影片下方的描述栏有导航地图，只要点击一下就可以来到这里。记得订阅、按赞、分享马来西亚狗频道，我们下期见。